一枝塔影任通州，我是田静，这就是北京通州的地标燃灯塔。京杭大运河绕塔而过，那边呢就是北运河，我的右手边这边呢是通惠河。明朝之前呢，从京杭大运河过来的商船啊、货船呀，是可以沿着通惠河一直开到京城里的积水潭，再把货卸下来。到了明朝之后呢，这个通惠河呢就不能走商船了，只能把货卸到通州之后，再通过陆路方式进到京城里。商人们从江南的杭州出发，绵延千里的水路漫漫长路，看到了燃灯塔，终于到终点了。所以呢，古时候这座塔就是通州的地标，也就是北京的地标了。树梢看塔影，烟外过通州。乾隆皇帝下江南，从运河呢往北京来的时候，路过通州，看到了这座古塔，又诗兴大发，做了这首打油诗。这可能以前的寺院的这个围墙里边还有青砖呢，你看一层一层的。燃灯塔下面的这片建筑群呢，就是通州的三庙一塔。哪三庙呢？通州文庙、紫清宫和佑圣教寺。文庙呢是儒家的，佑圣教寺呢佛教的，紫清宫是道教的，就是大家所说的三教庙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成殿呢，挺新的是吧？但实际上呢，这个大成殿呢是整个这个建筑群里头，除了那个塔以外，最古老的了。它是清代的，而其他的这些建筑呢是04年之后复建的。角关石，你看运河闸口起落的闸板，40到45度的倾角叫角关石，闸起闸落的一个闸板。定船石，这个呢应该以前就是金床或者是那个一个塔的底座，然后后来改成定船石，就是船靠岸之后把它拴在这儿的，也是拿文物做改造的。文物新用，现在也又成了文物了。运河沿岸的石桥构建，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运河码头出土的一些文物。土水嘴，瞧这3根大木头，就是从运河河道里挖出来的，是当年皇帝们搞工程的时候从南方运过来的木料。哟，这还有个铁狮子呢。这是元代的铁狮子，是一个瓷的，那估计以前是有一对儿的。那公狮子呢，可能是大炼钢铁的时候就给化了，是不是？这2个古碑，一个是清康熙年间的，一个是明代的。这座塔呢，就是中国挂风铃最多的古塔了。别人的塔呢都是在角上挂，而这个呢，每个船子和角上全都挂的是风铃，有2248个。燃灯塔呢，始建于南北朝，经过了几次的灭佛运动，塔毁了好几次，又重修了好几次。最近的一次重建呢，是因为在康熙18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地震，燃灯塔和其他周围的所有的建筑呢都被震塌了。寺里的僧人呢，从废墟里呢发现了佛牙舍利1颗，还有其他的舍利的数百颗。这座塔呢，其实呢，它就叫燃灯佛舍利塔。到了康熙35年的时候，这座塔重修，它是按照辽代的密檐实心塔的这种风格呢重建的。重建的时候呢，把发现的佛牙舍利和一些舍利子呢，放到了塔的天宫中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修的时候，
人们把最上面那一层打开之后呢，没有找到那个天宫，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天宫到底在塔的什么位置，福亚舍利在哪里也不知道。现在这个塔周围都高楼林立的，在北运河那边已经基本上看不见这座塔了，只有在通惠河这边才能看见这座塔。你瞧，看起来这一棵普通的榆树啊，它实际上有一个专有的词儿叫塔榆。为什么叫塔榆呢？是因为这棵榆树呢，曾经是长在燃灯塔的塔顶上的。要看一个红色的这个标牌啊，红色标牌就是证明这棵古树呢超过300岁了。为什么这么细，300多岁，有点不太可能啊？你看它长在塔顶上，它没有那么多的肥沃的土去滋润它，当时只有碗口那么粗。后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，重修塔的时候呢，把它给挪下来了，然后它就接了地气儿了。这30多年，你看这树蹭蹭蹭的就长到这么粗了，但是对比于300多岁的这个古树来说，它又有点细，就是因为它之前的几百年呢，它都是长在塔顶上的。一般来说，都说这个树的岁数成谜，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多大的树龄了。康熙年间啊重修的燃灯塔，所以这个树的岁数呢也就300多岁，不会比它更古老了。你还别说，通州的园林绿化还挺不错的，还看到了一个灵长制的一个牌子。虽然不知道灵长是干什么具体工作的，但是呢有人负责总是好的。这几年啊，园林局又建了很多的新型林场，大力发展林下经济。以前啊光说植树造林，但是又不让砍树啊卖木头，那老百姓也要生产生活的呀。现在啊老百姓靠林子就能生活了。通州呢又是国家级森林城市，生活在这里好幸福啊。你瞧，这就是通州的5河交汇处，这条呢就是通惠河，那边呢是大运河，还有小中河、温榆河，还有一条呢叫运潮简河，是建国后60年代人工新挖的。为什么叫简河呢？就是为了消减大运河和潮白河的洪水压力的。你看两岸的绿化搞得也特别棒，走在河两岸心旷神怡的。好饿呀，我们看完塔去找食儿吃吧。听朋友说来通州一定要看燃灯塔吃炸鸡，这不北京总店永顺炸鸡，我们去尝一尝。哇，在这儿就闻见香味了。好，你给推荐一下招牌的吧。招牌就是那大腿儿，大腿儿我们的招牌，还有那小腿儿鸡翅，这炸的3样卖的最好。那就这3样吧，再来1只鸡。行。大腿儿、小腿儿、鸡翅。再来1只鸡。一共是88个人。好。点超市扣款码。我以为可以堂食的，原来直接就是买了就可以带走吃的。那我们回房车里吃吧。这个烧鸡晚上吃这个炸的。哇哦，鸡翅，是大腿儿，好，还有大翅，然后这个，没那么酥了。袋子里捂的。有湿气，你看，就是还证明是热的，还有一点点酥，味道不错哎，不愧是朋友推荐的。这还有料。
看都是孜然。骨头还是挺酥的。我连骨头都吃了，是酥的。这个大鸡腿好吃啊，大鸡排吧应该是，比刚才那个鸡腿好吃，因为它这个炸得很酥。卖，不然够不着吃的是。好吧。能听着酥酥的声音吗？咔哧咔哧的。行了，圆满了，你可以吃吧。就想吃，眼泪口水一直在流。关注1毫米足迹，跟我们去旅行吧。